人过不过中秋节，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：中国最古老的月饼就是在新疆出土的。这块是距今1400年前的月饼，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阿兹塔纳古墓出土，是唐代的宝相花纹月饼。这个月饼的花纹甚至比现在的月饼还漂亮，可见当时已有了高超的面点制作技艺。这一月饼现在收藏于新疆博物馆，是目前考古领域唯一出土的月饼文物。大家猜一猜，古人吃的月饼是什么馅儿的呢？经过专家化验，月饼是由小麦粉制成，馅儿是由红枣、核桃、葡萄干和其他果仁等。这不就是五仁月饼吗？你们说这五仁月饼保留至今，是古人愿意吃呢，还是不愿意吃呢？今天就是中秋节了，您吃月饼了吗？月饼像月亮一样，象征着美满团圆。小谷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笑口开，福气来，人长久，事长圆。仅凭2条腿徒步5000多公里，从新疆到北京，到底是什么体验？他叫阿布，一人一车一条狗，从喀什出发，徒步280天，9个多月抵达北京。今天让我们认识一下徒步阿布。大家好，我就是那个新疆喀什徒步到北京的阿布。阿布，我替大家问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徒步到北京？我就是从小就是特别向往祖国的首都北京，徒步也是我的爱好。我们新疆人民也是对祖国的首都北京特别向往，特别想来一趟天安门广场看一次升国旗仪式。我就打算徒步到北京，把家乡人民的对祖国大好和乡的一份心意传递给大家。阿布，你在徒步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想放弃的时候呢？想放弃时候也有过，就是走在沙漠边上，有些时候那个沙尘暴让人特别难受，再加上有时候特别冷，我都想过好几次放弃。就是刮风刮的坏了2个帐篷，但是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支持，还有为我喊加油，再加上我们家乡人民的对我的祝福，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你来到北京以后有什么感想呢？感想的话特别深，第一次来到北京，自己也很开心，也算是完成了我20的梦想。然后就是北京这个城市特别大，而且特别漂亮。就是前几天我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仪式，我还去了长城。以前我在视频里面也看过，但是我自己徒步到北京看到的现场特别的震撼，我感觉一切都是很值得。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，或者是有什么计划呢？计划还是有的，我想的是明年还得出去走一走其他的地方。这个冬天吧，想回家休整一段时间，照顾一下我的爸爸妈妈，尽我所能为家乡做一些贡献，把家乡的风景、特产、美食展示给大家。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视频的时候，你正在准备徒步到北京，正在焊你的那个小车。对，当时我特别担心，我也不是很支持，因为路途那么远，你一个人，我很担心你的人身安全。但你今天来到了北京，我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。在后面的路上，第一，你要注意安全。然后以后的路上，我希望你能坚持下去，我们一起要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我现在在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八卦城中心，城中真的没有红绿灯。这里就是新疆伊犁的特克斯八卦城，它以我所在的八卦文化广场为原点，向外辐射8条主街道，4层环路。大部分路口都是依托一个小转盘引流，从而实现了主城区没有红绿灯也能四通八达。但是向外围辐射的道路还是可以看得到红绿灯的。特克斯城市内部到处都是易经八卦城的文化符号，八卦文化广场、八卦摩天轮、易经文化园等等，街道的名字也都是用八卦命名的。如果你喜欢易经，那一定要找机会来这里看看。特克斯的魅力还不仅仅是它的文化地域，特克斯还拥有草原之王卡拉峻、原始部落琼库什台、阿克塔斯姑娘峰等一众神级景区。去这些地方，特克斯是最好的落脚点。特克斯城内酒店、民宿选择性很多，夜市也是非常热闹。现在还新开了一个国潮风不夜城。另外，围绕着这8条主干道，正在建设不同风格的福苑，目前已经建设完成3座，每天都会有
不同风格的表演，也是非常有特色的。快安排行程来玩吧！秋天若有10分美，定有9分在新疆。这里是世界胡杨公园，千年秘境沙雅。这里有世界上最大面积的原生态胡杨林，足足470万亩。古人云：听歌就听刀郎，看景就看胡杨。10月下旬是欣赏胡杨的最佳季节。我现在就在阿克苏的沙雅，10月的胡杨到底有多美？来，跟我一起看看吧。行走在胡杨林中，仿佛在欣赏一部穿越千年的史诗。苍枯的皮肤之下是源源不断的生机，水胡杨也是同样的震撼。胡杨的生命力极强，它可以让茫茫大漠充满生机，这就是它最大的特性。耐盐碱，顶风沙，无惧酷暑，不怕严寒，在这广阔的天地间顶天立地，自由生长。你猜猜这个胡杨多少岁了？2个我都抱不起来。这个是什么？谁知道呢？这里是死后的胡杨。千年不倒，倒后千年不朽，这就是不屈不挠的胡杨精神。这就是喝着塔里木河水长大的洋娃子烤的羊肉串，这是中国最好吃的羊肉之一。胡杨木炭火烤制。到新疆，大家听到的这个洋娃子就是小羊羔的意思。每年10月，沙雅会举行规模浩大的胡杨节，同时在这里还会开展汽车拉力越野、户外露营、风情歌舞、篝火晚会等活动。这里不光风景优美，善良淳朴的人民也特别热情。快做好计划出发吧！20年以来最强的极光降临地球。什么是极光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首先，看新疆地区的极光现场，漂亮吧？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区其实是经常能看见极光的，但此次极光的强度，据说北京地区的朋友也能看得到。请北京的朋友出来证实一下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极光是围绕着地球磁极出现的，在南北极会比较常见，我国很少能见到。但是5月这一波太阳风暴太强烈了，我们正在经历20多年以来最强的地磁暴。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地磁暴红色预警，地磁暴越强，极光越强，越绚丽，范围越大。如果太阳风暴持续增强，上海也是有可能看到的，但广东地区的朋友在家时看不到了，只能选择关注我啦。话说回来，这地磁暴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呢？首先，卫星会受损，可能导致通讯会受到影响。另外，鸽子也会迷路，鸽子就是通过地磁场进行导航的。最近给我飞鸽传书的朋友就先停一停吧。还有一些人说，每次地磁暴一来就总睡不着，喜欢熬夜。大家说这有没有什么依据啊？都没想到吧？这么多朋友来新疆滑雪，把自己滑成灾民了。最近新疆北部阿勒泰发生了多年不遇的暴雪，引发了几十处雪崩，禾木景区的大雪已经有几米深了。什么概念呢？给大家看看现场，通往禾木的道路被阻断，景区内部的游客就这样成了雪崩灾害的灾民。事发后，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了救援工作，直升机、救援机开始投放发电机、米面油等物资，同时进行了游客的转移，地面清雪和救援工作也快速的开展。景区也第一时间发布公告，滞留游客将免费提供住宿和餐饮。这一波我觉得值得点赞。前段时间网上说的新疆几千元的酒店，大部分就是禾木的酒店价格。这里地处阿勒泰布尔津县的喀纳斯湖畔雪山脚下，是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，素有中国第一村的美誉，被誉为神的自留地。价格呢是真高，但景色也是真美，冬季雪景是无敌的。说咱们新疆的朋友花100万买房，敢花200万装修，这事儿识人之甲。今天咱们去一探究竟。晚上快10点，天还大亮着，这吃的是晚餐还是宵夜？哎呦，小谷哇！哎呀，这美女之间呀！王总好，你好，茶都已经都准备好了，我带你去我姐家。走，出发。嗯。哦，姐，我们来了。哇，太隆重了吧，这也是吧，妈妈？哎呀，妈妈太富贵太漂亮了。谢谢。看妈妈这条链子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天足金的吧？是的。今天有点形象尽毁啊，格格不入了，朋友们。看着一桌子丰富的下午茶点，哎呀，维吾尔族家庭做客先要洗洗手哈，我先来。这叫馓子，草莓。都装的这么有仪式感，正宗的维吾尔族的甜食。
新疆的，对，这是法达木。法达木，妈妈给大家亲手切蛋糕，我们去旁边参观一下，走起。大家看这房屋到处都是鲜花、插花、花艺呀。我们少数民族家里基本上都会有。那边呢，还有一个是我妈妈自己手工做的一个画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走，看看，大家看，这也是花，这边也是花，墙上的壁画也是花，这边又是花。哇，看这边，这是妈妈就是一个一个的插上去的手大家工做。看看，手工做，这都是鲜花，现在只不过是干了而已啊，擦着金粉。好像每一户如果有个家庭就有一个留声机。哎，小谷，这能播吗？这个？王总，你想多了。看，蓝牙的。来。王总，这就是主人房。大家看这个卧室，大不说，关键地上多少地毯，大家数数。我看这边来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这阿布干的就是那个手工地毯啊，价值就是3万多的一个地毯。3万多。哎呀，晚餐开始啦！欢迎来新疆做客。咱来新疆不吃胖3天，都对不起这方热情的水土啊！哎呀，面肺子、羊肠、包子、腰子来一口。看看这肉，自家做的羊肉抓饭，这是肉多还是饭多？大家自己瞅瞅。清水羊头，姐怎么样？比你的脸都大。这个是肉挠。I love you 动起来。王总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见孕妇。去衣服。哦。上楼我们散散步。上楼散散步。天。睡着。别。No 。哇，上面还有这么大一个天台，新疆真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啊！让我们起飞吧！大家想看我跳舞，今天你们跳上吧，给我点赞哟！新疆什么时候开始升温？3、4月份来新疆应该去哪里？这要详细拆分一下。3月份的新疆，南疆的气候陆续会达到5度到15度左右，4月初能达到20多度。这个时候南疆就会感觉到很温暖，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。推荐大家到喀什玩。3月份北疆的伊犁河谷，这个时间段还是被冰雪覆盖的。阿勒泰地区这个时候还能滑雪，所以来新疆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安排行程。如果喜欢赏花的朋友，伊犁的图尔根鲜花沟一定不要错过，漫山遍野五彩斑斓，像一幅油画里面的世界。这里的鲜花在4月清明前后到4月中下旬开始盛开，这种鲜花的美，全世界只有新疆才有，花期10天左右，这象征着伊犁大地绿草破土而出，美丽的伊犁正式苏醒。5月份北疆的喀纳斯冰雪开始融化，春天才刚刚到来，所以新疆的春天是分区域的。3、4、5月份陆续迎接春回大地，大家千万别去错地方。沙漠里真的有鱼吗？看这个视频，这个沙漠不光有鱼，这鱼还会走路呢。这个视频拍摄于巴西的千湖沙漠，而在我国新疆的沙漠里也有鱼，不光有鱼，还有渔民以打鱼为生。他们深居沙漠制作的红柳烤鱼已经是新疆的一道必吃美食。这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罗布人，他们离群所居，与世隔绝，靠打鱼为生。其实罗布泊古代就是一个超级大的湖，像海一样。古楼兰人也是沿湖所居，在小河墓地就出土了大量的船桨和腐朽的木船。只不过后来的罗布泊干涸了，但现在的罗布湖还在，里面
面还是有很多淡水鱼的。在沙漠里钓鱼，你体验过吗？这里的鱼又大又新鲜，简单的烹饪就可以做出一道美味。用红柳串再加上秘制调料，看着就好吃。有机会来新疆尝尝吧。有朋友说，在新疆自驾100公里的路要开2个小时，这可不是因为路不平，是因为有这些小可爱，这些小可爱，这些小可爱，你能开得动吗？另外一路上有这样的风景，这样的风景，这样的风景，不得下车拍个照吗？新疆各个景点之间的距离确实很远，但路上的风景也同样美不胜收。实际上，当你进入新疆那一刻起，你就进入了一个166万平方公里的景区。在这里，你要放慢脚步，享受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妙。别看导航上的时间，上班才需要准时，而山海却要你自由。谁家有嘴硬的，联系我，给我留个地址。新疆有中国50%的骆驼，嘴硬的请看这个视频。这个骆驼嘴里吃的就是骆驼刺。骆驼除了吃这个，还吃仙人掌，嚼得可香了。这视频看的是不是呲牙咧嘴的？有人就问了，骆驼吃这些不扎嘴吗？点个赞，关注我，我给你讲讲关于骆驼的冷知识。由于沙漠中植物稀少，骆驼不得不吃这些沙漠里面为数不多的植物。经过长时间的进化，最终骆驼的嘴唇和舌头都皮糙肉厚，口腔内壁还分布了很多肉刺，而且已经角质化，非常坚硬，可以梳理植物上的尖刺。此外，骆驼有3个胃，一个用于存水，一个用于存食物，另一个用于消化。骆驼刺会在存食物的胃里被软化，因此骆驼能游刃有余地吃掉它们。骆驼的计数单位不是只，也不是匹，而是峰。据统计，新疆大概有22万峰骆驼，是全国骆驼最多的地方。骆驼还分为双峰和单峰，一个驼峰的叫单峰驼，2个的叫双峰驼。我国常见的是双峰驼。骆驼的驼峰里面不是水，而是脂肪，因此双峰驼更耐旱，更适合沙漠长途跋涉，而单峰驼腿长，跑得更快。骆驼奶相对于牛奶、羊奶营养价值会更高，而且产量少，因此价格也会更高，这就导致市面上五花八门，啥样的驼奶都出现了。前段时间被打假驼奶粉的某大 V， 也不知道最终结果是怎么样。最后看看骆驼嘴里吐出来的这个，可不是它的舌头啊！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吗？千万不行。吐鲁番的葡萄到底甜不甜？啊，甜。甜是真甜，不过现在还是有点酸。葡萄成熟一般是7月份，但葡萄沟里面的要到7月中下旬。最甜的葡萄之一是无核白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小蜂蜜。大家再等等哈。
咱们今天做一个新疆的穷游攻略，看看在新疆一个人玩7天多少钱够用。首先建议大家夏天来，很多地方是可以户外露营的，还能更节省一些住宿的费用。第一天抵达乌鲁木齐，可以到乌鲁木齐博物馆看一下千年丝路留下来的痕迹，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巴扎，这些地方都不需要门票。之后到和田二街吃新疆美食，这里物美价廉，20到30肯定能吃的有特色，而且能吃饱。晚上住青年旅社，按照床位80元一晚，在乌鲁木齐全程有公共交通，1天20也够了。第一天整个花费200元以内，第二天到义宁，高铁票120元，晚上可以去六亲街，这里的夜景非常漂亮，能看得到不同民族的特色演出，没有门票。晚上住义宁的青年旅社，一个床位60到80元，第二天整体260元够用。第三天去义宁的喀赞旗，童话里的天蓝色，叮叮当当的马车川流而过，走到哪里拍照都很出片，没有门票，可以玩1天。第三天吃饭交通住宿150元够了。第四天去个大项目赛里木湖，义宁到赛里木湖大巴车49元，景区门票143元，在这里玩1天，到处都很美。回程大巴车到义宁，这一天整体花费350够了。第5天去卡西，客运加拼车70元搞定。卡西的景色非常美丽，雪山、峡谷、森林、河流都有，门票30元。卡西晚上还有篝火晚会，气氛也非常不错，在这里住帐篷就可以了，有完善的配套设施，在这里玩2天，整体花费300是够了。第7天返程，这么算下来，几天游玩的花费1260元，往返新疆就选择火车吧，经济实惠。在新疆，如果你渴了，吃西瓜比喝水还便宜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这大西瓜不是10块钱3斤，而是10块钱3个哟。大姐，这西瓜10块钱3个，随便选吗？对，随便挑，随便选。帮我选最大的3个。好嘞。大姐，这个3个有多少斤？20多公斤，我们这边是公斤来算，不是斤哦。来，我们称一下，10块钱我们买了多少斤？这个7.5公斤，这个8公斤，这个7.5公斤。10块钱买了23公斤西瓜，46斤。你们那里西瓜多少钱1斤呢？这师傅怎么能故意绕路呢？上期我们讲了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取经，我们看一下它的线路图，明明长安到天兔的距离往返也就6000余里，但玄奘的线路全程却有5万余里，西行穿越西域，再南下，到底为什么？那肯定也不是为了葡萄干呢。其实我们结合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就不难理解，这条直线距离虽然近，但中间隔着喜马拉雅山脉和周边成片的无人区，根本无法逾越。虽然路程最短，但难度也是最大的。另外有人说了，那走云南绕一下不行吗？其实也非常艰难，这条线路的地形地势都是这种南北走向，纵向高耸的横断山脉，又夹杂着怒江、澜沧江、金沙江等大江大河，导致海拔高度差变化极大，只身前往基本上穿越不过去。再加上这一区域被吐蕃控制，这条线路风险也极大。反观最长的西线，首先这里是古丝绸之路，双方活动非常频繁，沿路驿站设施也相对完善，再加上潘米尔高原古城葱岭是横向山脉，更像是一个走廊，而且这里是高原地形，冰雪覆盖，路面坚硬，更适合行走，相对也比较安全，因此看起来路程最远，但却是最佳的选择。大家都知道《西游记》里的火焰山就是在新疆吐鲁番，玄奘在新疆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？关注我，下一期我们接着讲。如果你爬到4000米以上的雪山，就有可能遇到这样的生物，它们通体雪白，非常善于攀爬，头上有2个像匕首一样锋利的角，它们经常跟踪潜伏在旅行者身后，伺机而动。如果不小心让它们靠近你，它们就会瞬间张开大嘴，疯狂的开始舔你。没错，就是舔你，这就是雪羊。雪羊非常喜欢吃盐，日常雪羊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舔食岩石，获取微量盐分。如果碰见游客，他们会通过舔食登山者
皮肤获取汗液中的盐分。如果不让贴，有人挨过揍，所以登山一定要带一包盐，被盯上了可以拿出盐保全自己。如果实在不想给，打赢了烤全羊的时候也能用得上。在新疆，这种白白的羊名字很洋气，叫冰茶居栗，在冬天山脉一带野外生长，是冬季吃着冰茶草长大的居栗。只有在每年冬季封山后，经过严寒洗礼的高山居栗才能称之为冰茶居栗。按新疆哈萨克族人的说法，入冬后最好的盛宴当属冰茶居栗，它也一直是新疆人待客的一道顶尖美食。喜欢羊肉的朋友，带着盐来新疆吃肉吧。今天我们从乌鲁木齐到伊犁，走，出发。这两地之间自驾有好几条路线，到底应该怎么走风景最美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我因为有后面的计划，因此走了最快的路线，全程690公里，大概需要8个小时。全程高速，路面非常好走，但能看到的风景也是最少的。不过也有巍峨的雪山相伴，能路过一下赛里木湖，时间充足的话可以环湖游玩，还能路过果子沟大桥。这里是中国最土豪的大桥，单米造价高达340万，施工难度巨大，是世界桥梁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。过了赛里木湖景区，有几个停车区可以拍得到果子沟大桥的全貌，背后是高耸的雪山，伴着成片的云山，景色特别美。我更建议走的第二条路线是省道 S101，要分2天走。乌鲁木齐出发，导航硫磺沟，沿着天山山路一直向西，到巴音沟就连同独山公路。这条路上你能看得到红山、五台山、雅丹地貌、大峡谷等等，沿途有很多可以停车的地方，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，而且有很多岔路口可以上高速。第3种走法就是走网红的独库公路了，这个我找时间详细的讲。全年独库公路开放的时间有限，每年6月中旬开放，9到10月关闭。第4种可以走南线，乌鲁木齐出发，走达坂城，过托库宣后走 S301向西，这条路全程900公里左右，但风景也很美。昆仙达坂、艾克达坂都非常壮观，沿途的拱乃寺河谷更是绝美。但这条路的路况不是那么好，需要底盘高一点的车才能行走。别等了，快规划你来新疆玩的时间吧。新疆全年赏花地图来了，评论区告诉我有几个你没见过。3月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冰雪世界中，伊犁河谷的顶冰花，也就是野百合，相继开放，它们脱贫而出，将大地装点得无比唯美。4月中下旬，伊犁兔儿根原始野杏林图画般的存在，杏花陆续含苞待放，它们是新疆春天的号角。4月中下旬到5月初，空中草原那拉提金盏花成片怒放，不光美丽，还可以入药。同时间段，在南疆库尔勒的梨花满光盈彩，晶莹璀璨。5月中旬，和天的玫瑰花香飘塔克马干沙漠，花香浓郁，爱意满满。5月中旬到6月中旬，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是赛里木湖5颜6色的野花。注意，野花也很美，它们在不同的湖端、不同的时间，大片大片的盛开。同时间段，草原之王卡拉峻以紫色、黄色为主的野花也在满山坡的怒放。6月到7月，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伊犁霍城薰衣草散发着浪漫迷人的芳香，你能拒绝普罗旺斯的浪漫吗？7月中旬，全国盛开最晚、花期最长的昭苏野彩花，把大地染成了金色，让你不辜负这个夏天。7月初到8月，丝绸之宝天山雪莲6到8年开一次花，它是生长在海拔5000米雪山之中的高山精灵。9月初到10月中旬，塔里木盆地的新疆长绒棉花花开的满地如满花飘雪，让人陶醉。如果错过了以上各地短暂的花期没关系，从3月底到7、8月，人间净土喀纳斯满山遍野的牛兰花、野牡丹，几万亩的向日葵，花期不断，五彩缤纷，简直是一场人间清